摩羯射手座4月下旬感情趋势解读。摩羯真的已经把自己给困在原地了，因为摩羯真的倾注了很多啊，包括感情啊，包括物质啊、精力等等等等。那么现在这边出现一个星币9的逆位，代表什么呢？代表着我们摩羯已经清醒了，就不想再像以前那么不计得失了啊。其实我们摩羯座的话的这个观察力，我觉得一直是数1数2的，所以很多事情的话，与其说是你瞒过了摩羯，不如说是我们摩羯啊就帮你来骗过了自己。那么当你给不了我们摩羯想要的一些东西的时候，甚至是说一个希望都给不了的时候，其实摩羯座的话真的就会毫不迟疑的就停止掉这种自我牺牲了。就即使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其实再艰辛，摩羯也不会让别人去知道，只是说可能自己默默的去消化掉这样子。那么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的话，其实我们摩羯也会变得比较脆弱，比较的伤感。但是怎么说呢，在清醒以后啊，又是原来一副金刚不坏的样子了。其实心思是有的，就说心里有很多的这种伤啊，但是我们摩羯只给自己知道，不愿意去告诉别人。但凡有办法，但凡对方让我们摩羯看到一些希望，可能我们摩羯的话都不愿意去真正的放弃。所以说摩羯现在也是一个就是说转移注意力的这么一个过程吧，然后的话就会把自己的精力更多的去放在这个工作上，包括这个家庭啊、社交啊，或者说方方面面，也不愿意让自己的话就是说再去继续在这个感情当中去沉溺下去。其实跟摩羯座交往过的人的话，我觉得都知道，摩羯爱你的时候心有多软，那决定放弃的时候心就有多硬啊。那不光是对你，更多的也是对自己啊。其实摩羯座的话，能不能顺利的去走出去呢？我们再接着往后看啊。接着往下的话，我们看到一个愚人牌的一个正位。其实我觉得摩羯的话也没有看上去那么冷静啊，那么镇定。更多的话，其实现在是代表着在这个关系当中，我们摩羯的话其实也有点不确定了啊。在这个时候，其实摩羯的话还是一个就像这个牌面上这个愚人一样啊，向往这个光明啊，不愿意再去跟对方去纠缠不清，不想再无止境的去自我奉献了啊。那这种感觉的话，其实怎么说呢？摩羯好像是要放下执念了，然后直接把自己给伪装的非常的冷酷，好像谁都不要来劝我，我谁的话都不会听的。但其实的话，这种更多的真的是一种摩羯在逼自己去放下，或者说去放弃。而且愚人牌嘛，真的是心口不一啊，很怕再去跟对方见面，然后呢又产生一些交集以后，自己的这个想法又会去产生一个动摇啊。所以说我们摩羯座的话，就是一个真的有点像纸老虎的一个状态啊，就不断的去暗示自己啊，我不爱你了啊，我也不想要了，以后的话我们这个关系就到此为止吧。但是我看到后面这个隐士牌的时候，我觉得摩羯更多的是努力的再把自己给抽离出来，就想用一种比较客观的或者说旁观者的一个态度再去审视这段感情。那其实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摩羯的话会觉得说，对方好像很多地方都不符合我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好像这边也不太好，那边也不太 OK 啊，甚至会怀疑两个人这个感情的一个必要性了。其实说白了，还是一种自我合理化的一个过程啊，就不想让自己太难受啊。所以的话，紧接着宝剑2逆位了嘛。其实你会发现在这个关系当中，对方他一直以来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就是说他没有特别的坚定，他就像这个宝剑2上的这个人一样，就坐在这边，举着2把宝剑，蒙着双眼，一直犹犹豫豫的，没有办法真的去向着摩羯去勇往直前，或者说没有办法去给到摩羯一些信心也好，希望也好，什么都没有。他也是想的比较的多啊，就不是特别的果断的这样的一个人。包括摩羯现在的一个态度的话，其实他也很害怕说被拒绝，所以就干脆一动不动，然后的话就一直静止了。那看在我摩羯眼里的话，摩羯的心就更加凉了呀。所以说两个人的这个关系其实已经是一个在冰点的一个状态啊。那我们再接着往后，我们再看一下后续的一个发展啊什么的，又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啊。那接着往后的话，我们看到太阳牌出现了一个逆位，不得不说摩羯真的还是很失望啊。当太阳牌出现逆位的时候，代表着摩羯其实对对方隐隐还是有些期待啊，但是对方并不会有所行动，对方也是一个很被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甚至是说他都没有发现摩羯的这样的一种痛苦，或者说这样的一种异常。那其实也是过了很久啊，然后呢他才会就是说渐渐的有所察觉。包括后面权杖侍从的话代表什么呢？代表其实对方他也不是说没有行动力啊，而是说呢他对摩羯的这样的一个感情啊，一直好像都在啊，都没有消失过。只不过呢对方他这个人啊，就是会有一种迟钝的感觉，就是可能在这种表现上真的是后知后觉。当他开始小心翼翼的去试探摩羯的时候，我们摩羯早就已经放弃了，已经失望透了啊，就不会再去关注他的一个言行了。所以说两个人的这样的一个错过感很重啊，尤其后面又跟着一个命运之轮的逆位。
其实命运之轮的逆位真的不用多说哎，原本真的是正位的话代表很有缘分感，那现在逆位代表着两个人有缘无分的感觉哈，好像总是阴差阳错出现一些误会，或者说争吵，约好的事情的话总是因为各种外力因素没有办法去实现。其实两个人的话都有各自的一个委屈在吧，那其实这个是一方面啊，其实另外一方面来说的话，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因为对方的这种爱意不够深，然后也不愿意去妥协和放弃自己的一些想法，所以说的话，两个人的话走的也是比较的艰难啊。但是我们其实也说啊，真正想见你的人，他跋山涉水，他都会来见你，对吧？其实很多时候的话，人生有的时候啊，就说只看结果，可能也是一种本质吧。那对方的话，其实给到我的一种感觉呢，就是很喜欢去比较啊，很喜欢拿摩羯去跟别人去做一个对比。那比来比去的，其实他呢会发现最好的还是我们摩羯，是适合他的，真的。但是呢，这个时候真的，我又想说一句了，已经有点晚了，因为摩羯的眼光已经不在他这边了，所以说他也是会比较的悔恨一些的啊，会有这样的一些心情。那我们接下来就说还想不想和好啊，还是说接下来还会有什么的后续的一个发展，我们再接着往后啊。我们看到这边一个倒吊人出现了一个逆位，其实摩羯的话也没有说特别的坚定啊，其实还是会有余光在关注着对方啊。倒吊人逆位的话，代表着就是说摩羯的话也是就是说给自己下了一个最后的通牒吧。那如果说啊对方还没有任何表示的话，那我们摩羯的话也就是不会再允许自己再去这么的卑微下去了。毕竟我们摩羯的话这么优秀啊，所以的话身边肯定也不是说没有什么别的选择，对吧？所以我们摩羯的话就会在痛苦当中在等待审判的一种感觉。而且倒吊人的话，我觉得更多的也是暗示着说比较纯真的一种形象啊，就是说我们摩羯的话，在这个关系当中对感情的一个向往啊，也是比较专一、比较稳定的一个形式，就希望能够认定一个人，然后的话就好好的一直简单幸福的走下去。那对对方的话也是一样啊，其实我们看到后面有一个月亮牌嘛。月亮牌的出现的话，我觉得我们摩羯对对方的一个了解真的不足，因为我们看到月亮的话，本身来说就是光亮比较的朦胧啊，就是说最开始印象真的很好，但是相处起来，我们摩羯发现反而越来越看不清楚对方的一个真实的样子，反而感觉两个人的距离就是越来越远。所以说现在的话，也是一个比较自暴自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就是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就是怎么讲呢，就这么吧，就这么的，就是说破罐子破摔呗，不愿意再做任何的努力了啊，就希望对方的话能够自己去把这些问题解决掉，对方能给自己一个交代。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关系当中的话，其实对方的话真的有点无理啊，或者说他现在没有这个条件，或者说他压力很大，因为这边权杖10嘛，就说他没有能力去给他们摩羯一个满意的答案，所以说他会沉默啊，他会觉得我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啊，我的压力就导致我喘不过气来了啊，所以我觉得真的没有办法去给到摩羯他想要的。那暂时的一个抽离对摩羯来说是一条单向路，就没有太多更好的一个选择了嘛。不过说是这么说啊，光我们摩羯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说状态来看，其实我觉得当摩羯你真的往外走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也没有想象当中那么的轻松，就还是有点恋恋不舍吧。毕竟两个人在一起纠缠了这么久，不是说断了然后就能够直接断干净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关系的话，我们摩羯的话也是真的很辛苦啊，就是真的觉得也特别的累。那对方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对方这边的话，我们看到一个圣杯侍从的逆位。其实我觉得对方他还是很想靠近摩羯的，只不过说他现在的话真的没有最初的那种勇气、那种行动力了，他没有了。因为在这个关系当中，哪怕他想要去给摩羯做点什么，他都做不到，他就做不了。他对摩羯最开始也是比较倾慕的，就是有那种被缘分直接给牵引住的这样一种感觉。但是呢，圣杯水元素逆位了嘛，代表什么呢？其实他的这样的一种情感的元素也在不断的流失，两个人的这种相处的这种摩擦啊，包括就是说时间的一个推移，其实都导致他的这种坚定啊，已经是开始动摇了。其实也是习惯了我们摩羯的就说一个好吧，有点不以为然了啊，是这样子的。最后的话又是一个星币3逆位，其实不光是一个习惯的原因，我觉得它周边啊，就是说这样的一个环境也是比较纷乱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声音啊，包括各种各样的事情都会比较冗杂，他没有办法去面对啊，没有办法去做到面面俱到，所以说也会对我们摩羯比较的忽略。尤其星币土元素出现一个逆位状态在这边的话，我觉得本身也不是一个特别的，就是说怎么讲呢，恋爱脑的这样的一个人吧。那么在他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当中啊，最重要的还是事业，还是这个什么家庭生活，而不是说什么情情爱爱。那过了热恋期的那种甜蜜之后，其实他的态度也会给到我们摩羯造成比较大的那种心理落差吧。
就总的来说啊，他不是说不愿意对摩羯好，只不过呢，他的这种好真的是有条件的，他还是希望能够去掌握这段感情的一个主导权的，然后呢，他才愿意去为了我摩羯去付出。但是摩羯的话，真的会觉得说，你要是真的爱我，你就不会就说有这么多的一个权衡利弊啊。两个人之间的话，其实还是存在着这种矛盾的吧。其实就我自己接触过的这种，就说各种感情关系里面啊，总是会出现一个共同的规律，就是我们总是在接近幸福的时候，好像就倍感幸福，然后呢，又在这个幸福进行时的时候呢，又患得患失。所以很多时候都是说啊，这个恋爱的时候啊，不是最甜最心动的，暧昧的时候呢，才是最美好的。说白了啊，我们在这个爱里面久了，真的是会变得麻木。那保持幸福的秘诀的话，无非就是保持自己对爱的一个感知能力啊。以上的话，摩羯的这样一个感情发展的情况呢，就简单说到这边吧，希望能够对你有所启发。都以为我们射手是乐天派啊，其实我们射手特别容易受伤啊，而且很容易敏感，是很玻璃心的那种。所以很多时候的话，我们射手的话，可能常常都在假装很坚强，用他自己原本并不是很强大的这样的一个肩膀，去为对方去遮风挡雨。所以射手的话，总是很容易遇渣啊。再加上其实射手座真的是属于那种在感情里面啊，就是好像金钱啊，然后啊，全部都是愿意去为对方付出的那种类型。包括在感情方面的话，其实我们射手很多时候都是没有底线的，就是会特别会去包容对方啊。就比如举个例子啊，我们射手的话特别爱这个人啊，就很容易让这个人呢去踩着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肩膀，然后的话借着就是往上爬的这样一种感觉，最后呢成就了别人，自己呢却受了很多的这个委屈。其实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射手。其实我和很多这个深情的射手宝贝啊，就是平常聊天的过程当中，我真的发现了射手座爱一个人的时候，其实特别的有分寸感，是真的会为了这个人去拒绝所有的这样的一个异性啊暧昧的这样的一个对象的。这个是爱你的这个射手啊。那么很多人的话可能就是会吐槽啊，就说射手座的话莫名其妙提分手啊什么的，或者说呢我们的射手非常的决绝。其实我觉得更多的也是因为射手座的话认真的对你付出了，然后呢也认真的对你好了所以的话在这个期间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好像你这个人的话就不值得。那么呢我们的射手在上头之后的话就会非常决绝，因为在判断之后觉得你这个人不 OK， 那我们就会选择离开这个人。因为这个时候的话，可能对于射手来说，你可能已经是配不上他了，因为他也已经是认真的付出过了，所以其实是真的没有遗憾了。所以射手座的话是真的那种爱的非常的热烈，然后走的也会非常洒脱的这么一个星座啊。那我们接着的话就来看一下我们射手最近的这样的一个感情的一个发展的状态呢是什么样子。这边的话我们看到一个正义牌啊，其实首先看到一个大卡纳，我觉得一出现代表我们射手对这个感情已经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一个状态了。其实这张牌的话，我觉得更多的是代表我们射手其实已经是一个比较佛系的心态了。这个时候的话就是在考验这个人吧，你到底行还是不行。其实射手心里面的话也已经是心知肚明了，因为正义牌的话不用多说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中的话，我们射手就是开始去计较一个得失了。因为我们也看到这个牌面当中的话，就是这个人呢一手举着一个宝剑，一手举着这样的一个天平就是说已经是过了上头的时期了，所以的话我们射手也慢慢的回归一个理性。后面的话一个权杖3其实代表我们射手在考虑当中，在这个感情里面是去是留一直在想。其实很明显的是，如果说继续射手要的爱就是全部的爱，非常的狂热或者说非常的热情，其实也就是说我要，那我肯定是要得到这个人的全部的。如果说这个人你无法去给到我一个全部的话，那这个时候的话我可能就要考虑开始离开了，我可能要开始考虑这个我到底后面该怎么选择了。包括后面我看到宝剑国王，代表着两个人也是经历过一番争吵或者说两个人是经历过一些思想上的或者说沟通上的一些斗争吧，或者说呢你们两个人可能就是还没有去定出一个输赢吧。其实射手还是非常的计较的，对于这份感情的话，其实更多的也是占有欲比较的强烈那么其实包括这样的一个宝剑国王，我觉得更多的是能够反映出两个人可能会有一些性格不合的一些问题，但是呢又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其实性格不合的话，我觉得更多的就是说不能作为一个分手的理由嘛，或者说的话慢慢的其实这样的一段感情的话就会变成一种内耗其实就会一而再再而三的，我们射手自己也会就说意识到这个感情好像反反复复的让自己特别的累。所以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权杖3的话，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代表着就是我不想吵了，我也不想跟你再继续纠缠了是这样的状态。甚至是说的话，我们这样的一个权杖3代表射手还是留有了一丝希望，一旦彻底分开彻底断掉，其实我们射手还是会难过，或者说还是会难受。因为射手座的话其实对于这个感情的话还是很难去真正的去放下的一个状态，或者说在这个关系当中的话，其实两个人都是比较要面子的一个状态而且从这边来看的话，我觉得大多数的话也代表两个人沟通的问题比较的大，或
或者说两个人也可能在争吵过后啊，现在正在一个怄气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又或者说呢有一段这样的一个冷战的一个情况吧，或者就直接不联系了这样的一个时期。那我们接着再往后看吧，我们来看一下整个这个感情发展当中的一些细节的部分，包括对方的一些想法啊。首先看到一个圣杯骑士的逆位，圣杯骑士出现逆位的话，代表这个人真的是深深爱过，就说爱过我们射手的吧。但是呢，我觉得圣杯骑士的话，好像你看到他逆位了，他带着这个圣杯就走了嘛，好像是背着我们射手，就是说很可能把他的这个爱去给到了别人，或者说他不再为我们的射手去继续去奉献的一个状态。而且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骑士牌一出现的话，更多的也是代表着就是说，很多的一个情绪化啊，一种争吵，或者说可能也会有一种事情的话，其实是非常小的啊，就是说都是些小事情，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但是两个人呢总是意见不合，所以说这个人的话就是会有一些故意的惹我们射手生气啊，或者说呢这个人的话他本身就是很容易去说反话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他现在的话是背对着我们射手的，好像是真的不太愿意去直接的面对这样的一个感情啊，就是哪怕有感情，但是我现在不想要了，那你说什么的话，我也不想去跟你沟通了，我就是要走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后面的话我们看到一个大卡纳的一个教皇牌啊，其实更多也代表这个人啦，就是会给到我们呈现出一种状态，就是什么状态呢？我已经放下你了，因为教皇牌的话就好像是在说，哎呀行吧，你说的都对，行吧啊，那我就不跟你好了，你自己去跟自己好吧，我这边的话就不想跟你玩了，就是会带着一种孩子气啊，有点那种怄气的感觉啊。那么其实我觉得这个感情的话是很难真正的去稳定的，而且教皇牌啊代表这个人特别的固执，可能是在某一个时期他突然就会觉得这个感情好像就是说存在没什么太大的意义了。当然的话，这个也只是一段时间的一个想法啊，因为教皇牌的嘛，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代表着他突然就是看开了，突然好像把很多事情去看淡了，就不想谈恋爱了。倒不是说不跟我们射手就谈恋爱了，可能他跟谁他都不想去谈恋爱了，他会觉得哎呀好累啊，好烦啊，所以他会营造出这样的一种感觉。但是的确的话，我觉得归根结底啊，这个人还是会有一些情绪化的，总之不是很稳定的一个状态。所以的话，在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中的话，我们射手其实也真的会觉得没有任何的安全感，就觉得自己好像这么长时间了，也没有说有什么太大的积极的意义在这边。包括后面我们看到命运之轮嘛，其实代表两个人曾经靠得非常的近啊，而且缘分感很强啊，很深。因为命运之轮的话，就表示在冥冥之中啊，两个人的话就是会相遇，就是会有一种相逢啊，或者说走到一起的状态。其实射手也会觉得跟这个人的缘分特别深，那么很有可能就是在以前有见过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或者说总是感觉两个人的话特别有缘分，好像在命中注定一样，或者说在冥冥之中，两个人的话就会有一种心灵的一种心电感应，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但是两个人就会心照不宣的样子啊。所以从这边来看的话，我觉得至少命运之轮在78张牌里面的话，真的是很罕见啊。所以的话，两个人的确是应该去好好的去修复这样的一个感情的，或者说应该好好的去珍惜这样的一段缘分的啊。那我们接着往后看啊。我们这边看到一个权杖6，其实权杖6的话，我真的会觉得在这个关系当中就跟这个人他坐在这个白马上嘛，代表着我们射手在这个感情里面其实想要一种绝对的地位或者说有的时候呢，我们射手的话对这个感情的话，其实还是会有很多的不满意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因为权杖6的话，我觉得这张牌更多的说明射手自己可能会有占有欲占有欲会比较强一点，或者说呢希望得到对方全部的这样的一个爱，但是呢后面紧跟着出现皇帝牌嘛。其实我觉得从这边来看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射手可能也会有一些高冷，或者说在对方的这样的一个沟通的方面其实很容易去发生一些误会，或者呢就是我们的射手的话，有的时候也会就觉得没有把自己的心里话全部去说出来，就好多事情放在自己的心里，所以说对方有的时候他也猜不透这个射手到底怎么想的，那么一来二去的话，其实两个人就很容易越来越不沟通了，那感情的话就会越来越远了这样子就是说呢，其实你们两个人会慢慢的去变得沉默的一个状态那么再往后，我们又看到一个圣杯8，其实我会觉得怎么讲呢？圣杯8一出现其实更多的代表着在这个关系当中，这个人他是留有遗憾的。如果问他的话，这个感情里面谁更爱谁一点？我觉得更多的我看来我觉得射手你心里想的这个人的话，其实他曾经非常的肯定的是爱你很多的，爱你更多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圣杯8的话是爱的很深的这样的一种表示，其实也是有一种怎么感觉呢？就是说正是因为我很爱你，所以我选择离开。因为圣杯8的感情就是这么的虐那这个人的话，其实有在为我们射手考虑，他也是觉得自己和射手的话，如果在一起，一直好像惹得我们射手很不开心那么他就觉得我干脆就选择说，哎，我觉得你可能需要去遇见一个合适的人而我的话又不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么现在我就选择放手吧，我放你走，或者说我自己主动离开。
其实也就是代表着这个人啊，他很爱我们的射手，但是呢，每一次的话，其实总是会感觉缺点什么，就是那种不够亲密的感觉啊。他会觉得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两个人的吸引力好像并没有那么的强，所以的话，这个人也是总是感觉很失望啊。所以的话，他也就才不会就是说想要这个感情。不然的话，他肯定不会这样子，而且有的时候他又情绪化嘛，所以我们射手可能也是不理解，哎呀，所以我觉得总的来说的话，可能就是性格的一个原因使然吧，所以不能说这个什么两个人有多么不爱，只能说互相的不理解。那我们射手的话也有自己的原则，而他也有他想要的一个爱情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我真的会觉得两个人的冲突是比较多的啊。后面的话又是两个宝剑锋元素，宝剑7再加上宝剑5。其实和射手在一起的话，对方其实会觉得很束缚，然后又不自由，或者说没有那种很幸福的那种感觉。包括其实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宝剑5紧跟着出现嘛，很明显两个人也经常会去争吵的一个状态，或者说会遭受到家人啊或者很多其他人的一个反对吧。其实不管怎么样的话，好像有很多人持一个反对的意见，然后呢，两个人的话就不能在一起啊，或者说不太合适在一起啊，所以其实也会经常的去犹豫，然后也会经常的摇摆不定。那么为什么就是说他这边又出现一个宝剑7呢？其实更多的代表他也是有些秘密的，他也是就是说爱我们射手的，但是很多时候其实他有很多的话没有办法真正的去说出来，两个人是没有办法去好好的沟通的，也难以去诉说彼此的一个心意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啊，慢慢的这个人的话也会对这样的一个感情太失望了，他才会偷偷摸摸的或者说去做一些就是说他认为对的事情嘛，然后呢去什么割舍我们射手，或者说呢去逃避我们射手。所以说射手座的话，一旦发现对方有隐瞒的时候，那么这样的一个感情其实很难去进行下去了啊。虽然说很多时候的话，就说可能也会存在着一些善意的谎言，但是的确啊，要提的一点就是宝剑7说明他已经是起了2心了，或者说他已经做好了要退出这个感情的一个计划和打算了啊。那么其实从这边来看的话，我觉得对于我们射手来说是很难去忍受的。射手对这样的一个感情的话，其实还是会有一些不舍吧，就是有一些不舍得。但是呢，其实对于射手而言的话，还是怎么讲呢？还是会选择一切随缘的一种感觉。所以说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射手已经没有那么的强势了，或者说会有一种执着于要一种公平了。总之啊，我觉得我们射手的话就是一种很佛系的这样的一种心态吧，就会想，哎呀，能行就行吧。不行的话就算了，我也不是说一定要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射手之前可能一直反反复复的也去原谅这个人，或者说有想去好好的沟通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对方呢就是一直心不在焉。所以说这个感情啊，真的我们射手的话真的是心灰意冷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就是不再去抱有太多的这样的一个期待了。那么爱情的话就是这样子啦，真的最甜美也最苦涩。我忘了在哪边我曾经看到过这么一句话，就是说最好的爱情观的话就是我做好了和你一辈子的打算，然后我也做好了你随时要离开的准备。那我也看到的话，我们射手和对方的这样的一个感情还是会有一段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拉扯，也看到了其实射手虽然心寒，但是呢也是有着一些对对方的一丝希望的。那我也真的想要和对方去说射手的话一定愿意去化开一些分歧，更愿意去倾听你的这个内心的想法，甚至呢可以就是说我们射手会为了对的人而改变自己，但是的话我觉得前提是你要让我们射手感受到同样的一个温暖和疼爱。如果说没有的话，那我们的射手真的是宁愿自己去离开，不哭不闹也不上吊，很优雅的那种啊。那么这个呢是一个大众化的一个解读，就简单的说到这边，不适用于每一个人，就希望给到大家一个参考吧。